英偉達的第2代真生成技術使用了 AI 模型呢，替代了光流加速器，实現了更高的效率、更低的输入延迟以及更少的显存占用。我也是刚買到一张5080，所以呢就簡单測試了一下，把结果呢直接跟各位分享，順便呢讲講第2代真生成的幾個特點以及一些使用技巧。那從結果來看呢，開啟真生成就意味着要引入一大段的額外延遲，這是無法避免的。2倍、3倍、4倍3個檔位之間的延遲差距呢是很小的，但是它的幀數區別卻很大。因此呢，對於高刷顯示器來說，不用擔心高倍數真生成導致的延遲激增，畢竟獅子多了不癢嘛。反正你這個延遲啊是注定要吃的，我還不如開高倍，多換取一些畫面的流暢度。但是這裡有一個前提呢，是你的最終幀數不能超過顯示器的刷新率，否則的話呢，就相當於既沒有享受到超額的畫面流暢度，又引入了額外的輸入延遲，這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。不過有時候啊，事情不會像我們想象的那麼完美。比如說我現在使用的是 4K 120赫茲的 LG 電視玩遊戲，那2倍呢，它的幀數是99， 3倍呢，幀數是143。那我想充分利用我的120刷新率呢，就勢必要在兩者之間做一個選擇。那我要麼是開啟2倍模式，然後呢縮水一部分畫質，換取更高的幀數，接近120的刷新率。那我要麼呢是開啟3倍模式，增加它的畫質，讓幀數呢強行降低到120附近。那這兩種辦法呢，我很難說誰更好，畢竟前者呢是延遲表現更好，但是呢它的畫質更差；後者呢是畫面表現更好，但是呢延遲更差。但是無論怎麼做呢，用了上述的方法之後，你才不會造成你幀數溢出的浪費，並且呢可以保證你的畫面呢全程吃到 VRR， 實現無撕裂遊戲。那最後呢，我還加測了一個場景。那傳統意義上呢，大家為了讓鎖幀呢全程在 VRR 區間，都是採用 VRR 加垂直同步加 Reflex。那這樣的話呢，可以強制把幀數鎖定在顯示器刷新率-3左右。但是在真生成的時代呢，這個方法還是有一些弊端的。如果你的幀數超了刷新率很多的話，那實測這麼做還是會引入額外延遲，最終呢，開啟3倍鎖幀的表現還不如開啟4倍不鎖幀來得強。因此呢， VRR 與真生成這個世紀性難題呢，依舊沒有得到解決，只能是寄希望於呢以後出更高刷新率的顯示器。那此外呢，我還要再多說一句，很多朋友啊使用 VRR 的時候，懶得去操控面板開啟垂直同步，都會選擇使用 RTSS 鎖幀。那這裡呢，千萬要注意，開啟真生成之後啊，一定要把模式選擇到 Reflex， 而不是默認的易付模式。這樣的話呢，你的延遲才會比較正常。否則的話，延遲要在這個數據的基礎上再翻1倍。那最後總結一下吧， DLSS 4的多幀生成沒有英偉達吹的那麼好，但是呢，也沒有觀眾想象的那麼糟，它就是一個中規中矩的技術。不過相比第1代的表現，第2代已經可以算是可以用了。我這裡給出3個建議。首先，能用手柄玩就不用鍵鼠。那手柄呢，它天然的輸入延遲呢就比鍵鼠高，而且呢視角轉換速度也不如鍵鼠靈活，可以很好的規避真生成的很多弊端。很多時候呢，鍵鼠玩不了一點兒，但是手柄呢還能湊合玩。第二呢，千萬不要固執的全拉滿特效。當你發现你的真生成幀數啊遠低於顯示器刷新率的上限的時候，就要大膽調低你的畫質設置，或者呢調整你的超分檔位，最好呢讓你的幀數無限接近顯示器刷新率，但是不要重合。第三，對於看到撕裂就渾身難受的用戶來說呢，控制面板強行開啟垂直同步依舊是最優解。那如果你硬要用 RTSS 鎖幀的話，要記得選擇 Reflex 模式。